你好，我是 Papi，今天跟大家分享3个创业或者是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科学方法。那这篇文章是一家叫做 NFX 的风险投资公司发布的。那我本身很喜欢看一些英文文章，所以希望能够借由录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。那第一个方法叫做指数生长，来给大家看这个图。指数生长的意思就是变化以加速的速度发生，就像我们知道一般的线性增长是，比如说你投入一就会增加一，但是如果今天是指数增长，你可能投入一，它就会增加5、10，然后越来越多。那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重大的变革、科技发展，都是跟随这个指数增长的模式。就像这个 AI、人工智能或者是一些生物科技，就都几乎都是 follow 这个 pattern 的。那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就像之前那个 COVID 期间那个感染的案例，也是随着这个指数增长来发生。那当时就是很多科学家呀，都会因为根据看到这个趋势，然后想要提早警告大家。那我们要怎么很好的运用这个指数增长的概念？那在生活中，比如说你在安排你长期发展的，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创业工作，你可能要找到这个关键点，怎么样能够触发这个指数增长，或者是你可能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那你可能就要观察你有没有办法去找到指数增长的关键，例如透过营销的方式，或者是嗯，你去有一些创新、创意的东西。那如果你能很早找到这个指数增长的这个趋势，如果你在开公司，你想要搞一个新创、一个 startup，这个就很容易为你带来拉投资的优势，因为投资人都很喜欢看到这样的图表，他们会觉得你很有潜力。对，然后呢，第二个科学方法叫做能量管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图。那能量管理，它这边指的是一件事情发生反应所需的能量。那有一个很简单粗暴的例子，就是你要烧热水的时候，这个热水你要一直给它加热，加热到达到它的沸点，它就可以煮开了。那这个能量管理的概念，就是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，不管是创业还是我们自己的，嗯，自我学习，或者是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去想，要能达到我们要的成果，它需要什么样的能量，需要多少能量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迅速掌握这个多寡，或者是它需要什么样的能量，并且我们去寻找能够怎么去操控，例如有时候可能你加催化剂，它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迅速达到那个沸点。那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操控能量的这能力，你就有办法去影响反应的快慢，甚至有的时候能影响结果。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，现在有很多这种订阅服务，像 Netflix、Spotify 这种公司，他们怎么样能增加用户的订阅数目呢？一个方法就是能量管理，它降低新用户注册的时候所需要投入的能量。例如，它简化整个注册流程，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全部都简化，让人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完成注册，或者是不需要太多的步骤就能完成订阅。这个就是一个能量操控的例子。你如果想要引导用户去完成，你希望他完成什么样的动作，你就要去想这个动作包含了什么样的能量，
多少能量，那我们要怎么去降低这个门槛，或者是怎么去催化、加速这个能量，达到我们的目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像如果你在想要自我学习，或者是生活中跟人家相处，我们很容易可以去发现一些，比如说跟人家沟通的时候，怎么样沟通可以影响他们，引导他们去说一些或做一些事情。那第三个科学方法，这个文章里面讲到，就是要去寻找、分析或者是辨识什么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。那它这里面文章有讲到说，一个就是两个最明显的区分，就是一个是物理规则，基本上很难被打破。就像你不可能发明一个东西，直接把地球上的地心引力完全消灭掉。那很多时候，其实很多事情有非物理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。也许你需要花费一些很多思考，或者是很多力气去打破这所谓的非物理规则。但是，一旦你找到了那些非物理规则，你可能就有办法去有一些很创新、很大胆的想法、点子去打破它们。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想，生活中很多科技发展，很多这个公司它有一些大的突破，其实都是靠着打破这些所谓的非物理规则来完成的。所以，就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非物理规则？当然了，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去打破，然后能够不管是让我们进步，还是说更快的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。对，然后希望以上这三种方法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 Papi，我喜欢看很多英文文章，然后希望接下来能持续跟大家分享我学到的东西。那如果你觉得有用或者是喜欢，请点个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